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土豆和香蕉这样做，比吃不要还补，不加糖，不放盐，出锅软糯香甜，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根香蕉和3个土豆。我这个土豆比较小，就多准备了2个。我们先把香蕉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土豆。把洗净后的土豆放到案板上，用削皮刀把土豆皮削掉，因为土豆皮表面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土豆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小朵西兰花，用剪刀把西兰花一朵一朵的剪下来。这个西兰花不需要太多，我们剪一半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用刀把西兰花切成小块，像我这样切，花朵的一面朝下，这样切的西兰花花籽不容易掉下来。切好之后，把西兰花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面粉，豆上的清水没过西兰花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因为西兰花里面有很多的虫卵，用食盐泡一下更容易清洗干净。接着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把香蕉皮剥下来不要了，然后把香蕉切成薄片，薄后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泡西兰花的水已经变浑浊了很多。现在再来把西兰花好好的清洗一下，一朵一朵的给它清洗干净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西兰花里面的虫卵和杂质。尽量多抓洗一会儿，抓洗1-2分钟左右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再加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西兰花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煮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西兰花的营养，让西兰花保持翠绿的颜色。加食盐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。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西兰花的颜色会更加翠绿。就这样给它放一旁泡着备用。再次把锅中水烧开，把胡萝卜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把胡萝卜片煮至断生。2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就这样给它放凉水里泡着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西兰花取出来，用力挤干它的水分，然后把西兰花放到案板上，再给它切碎。只要花籽的这部分就可以了，花梗可以扔掉或者是直接吃掉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再把胡萝卜片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先把胡萝卜片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土豆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大碗中，
取出压凝器或者是擀面杖，给它压成土豆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就压成这样细腻的土豆泥就可以。再把胡萝卜丁和西兰花碎放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加入100克糯米粉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点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，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揪一小把土豆团，大约有4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，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然后再用拇指在中间给它转出一个窝窝，给它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上一片刚切好的香蕉片，然后转动虎口向上，把收口处收拢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包好后再放到手心给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圆润一些，然后再用手轻轻按扁，给它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土豆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上香蕉片，做成这样的小饼，依次放到案板上。全部做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把小饼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中间要留些空隙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烙1分钟，把饼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用铲子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都翻面，全部翻好面以后再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再给它翻一下面，依次这样重复操作，每烙1分钟给它翻一下面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直到把饼两面烙至金黄，像这样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我这个一共烙了5分钟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土豆香蕉饼就做好了，颜色好看诱人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样做的土豆香蕉饼吃起来外酥里糯，软糯香甜，一口咬下去，有土豆的清香，夹杂着香蕉的果香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而且好吃又容易消化，对鸡蛋过敏的宝宝也可以放心的吃哦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，营养更加丰富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